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昨天呢，我们一起做了生命的存货盘点，承认在我们里面有个常常想叫我们消灭别人的人，同时呢，借此发现我们里面的情感也处在孩童阶段。这就让我们想到《改变带来医治》这本由圣利堂顾美芬老师所翻译的好书，书中所说的一个故事，大家看到莎拉呢是一个极其优秀、成功的女性，但她第一次去找心理辅导时，就承认我无法放松，不论事情多顺利，不论我多成功，我老是会想事情会出错，或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莎拉每天的生活就都处在一种极度紧绷、高度警戒的状态中。她发现自己只要面对那些她所仰慕或又极其难取悦的女性长辈或主管时，对方只要随口呢说一句你如果换个窗帘，客厅会温暖一点，或是你如果管教严一点，小孩会听话一点，莎拉就会像个做错事的小女孩，充满罪恶感的去迎合他们，然后焦虑的等待他们的认可。莎拉身体上已经是40岁了，理应是个拥有自主权的成人，但在她的情感世界里，她却是一个必须不断迎合父母、争取接纳才能生存的小女孩。她无法享受与人平等、自在、自由的关系。主耶稣深深知道情感没有长大成熟所带给我们的不自由，因此他用各种方式帮助人来成长。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个长期受人排挤，连自己都讨厌自己的人，主耶稣是如何透过身体的医治帮助他情感健康成熟。马可福音5章30到34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段经文很美。当时耶稣身边有很多人群拥挤他，推他，碰他，门徒也觉得很奇怪，耶稣问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心里可能想，主啊，这问题很难回答现在不是谁摸你，是谁没有摸到你吧？可是耶稣停下来了，他不是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才问，他是要把那一位躲在人群后面的妇人从恐惧和羞辱里带出来。那位妇人患了血肉12年，她不只是身体的痛苦，在当时的处境中，她也长期活在隔绝、羞耻、不洁净、被排除的痛苦里。她可能早就习惯了低头，习惯了不要被看见，习惯了偷偷靠近、偷偷触摸、偷偷离开。她只想要医治，但耶稣给她的不只是医治，耶稣给她一个新的身份。注意看耶稣怎么称呼她。主耶稣说，女儿。女儿这2个字非常重要。在众人面前，耶稣没有叫她那个血肉的女人、病人，或称她问题麻烦。主耶稣直接叫她女儿，这就是恩典的根基。耶稣看见她的病，也看见她的人，也因深知道她的痛，所以恢复她可能快要忘记了什么是尊严。耶稣看她，让她在爱里重新站起来。情感成熟就从这里开始。我不再只是用自己的伤口活着，我开始在耶稣的眼光里重新知道我是谁。看完圣经这个被人隔绝却在主爱中被恢复的女人，我们再看另一个极端所造成的隔绝。故事的主角是如何践踏他人的尊严，转变成
尊荣他者的人。在18世纪的英国，一艘航行在大西洋上的黑奴船，船长是一个手段极其残忍、心狠手辣的年轻人，他叫约翰·牛顿。在当时的黑奴贸易中，约翰·牛顿是我与他关系的这种极致代表。在他眼里，甲板下那些被铁链拴着挤在阴暗潮湿船舱里的非洲黑人根本不是人，而是一件件会说话的货物和商品。为了榨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达到运输的高产出，他不顾这些人的死活，甚至遇到风暴或缺水时，毫无怜悯的把生病的黑奴直接丢进海里喂鲨鱼。他活在一个极度物化他人也物化自己的冰冷地狱中。有一年，约翰的船在北大西洋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海水灌进了船舱，船身随时都可能瓦解。在连续几天几夜面临死亡威胁的绝望中，这个一辈子把人当成工具、狂妄自大、满口咒骂的残忍船长，突然双膝跪在浸满海水的甲板上，大声地向神呼求怜悯。神救了他。那天，约翰·牛顿不仅从风暴中生还，他冰冷物化人的心灵更被上帝无条件的恩典给彻底击碎了。约翰·牛顿在暴风雨的苦难中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情感是多么的不成熟，深陷在罪中。获救后，他放弃了黑奴贸易，后来成为了一名牧师，将自己一生的懊悔以及在恩典中得着的安慰，写成了那一首传唱200多年的伟大诗歌《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约翰·牛顿从一个把人当货物的巨婴，长成了一个情感成熟的大人。这一切不是因为他学会了什么高深的社交技巧，而是因为他被无条件的恩典彻底融化了。他开始用神的眼光看见身边每一个你的美丽与尊贵。这就是情感成熟的起点。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日常繁忙当中活出这种恩典的成熟呢？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话语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与人相处的方式常常是极其不健康的，但这种习惯深植在我们的里面。在今天一早高压的工作会议与日常的要求把你快要淹没前，让我们带着神的话语一起来想想下面的问题。第一，我与他的关系省察。今天会遇到哪些人、配偶、孩子、下属，或是便利商店的店员？你是否常在无意间把他们当成达成你效率与目标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你？第二，操练和人在一起。如果你今天试着放慢脚步，不讲求功能与效率，纯粹把对方当成神所造的独一无二的人来看待，那你的态度和说话方式可能会有何转变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改变我，拯救我，脱离这种冰冷自恋与功利。求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软化我们防卫冷漠的心。求你改变我，让我成为你的器皿，能向人传递成熟、稳定和可靠的爱，好让我今天每个与我接触的人都能从我眼神和聆听中感受到你的温柔和仁慈。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今天请在留言区写下一句简单的生命祷告：主啊，让我看见人。愿我们今天在主耶稣的眼光里重新看见自己是被爱的孩子，
也重新看见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神所爱、有尊严、有故事的人。我是黎松牧师，邀请大家参加今天晚上7点半的祷告会。从为人祷告中，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使我们看见人。我们今天晚上见。